这一天，乡下人都高高兴兴，认为是一件大喜事。本来预备再到三合楼去请他们吃一餐，不料正在事情即将结束之时，突然有一个高龄的乡亲向我下跪，说他们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要我帮忙。我急忙说：“起来，起来，有话好讲。”这时，乡下人每人拿出一个很大的蓝布包，打开来，里面都是日本军票。军票的数目我也懒得看，不过容积都有3-4尺见方，一包一包堆满了我的课堂。那长者说：“我们种出来的米1/3归自己所有，2/3是归清乡委员会米粮统制局所收购，收购的时候不付劳法币，不付储备票，完全付日本军票。可是这种军票名义上是日本军部发行，任何人不能拒绝使用，如果有人敢反抗拒用的话，就有杀头之虞。可是民间对军票总是推三阻四，谁也不肯接受，因此军票大为贬值。米统局仗着日本人的势力，还带着一个日本人押着一车车的军票挨户收米，所以我们卖出的米因为军票不通用，等于送给他们。眼见他们按着田亩的数量，把米几十担几百担的拉去，心头好似刀割一样，但是谁都敢怒不敢言。我们一年汗血所得，完全是这些军票，现在带一部分军票来，推想起来，你们陈家一定有办法使用，所以希望你能为我们换一些钱，多少是不论的。我说，在上海，劳法币和储备票到处皆是，但是军票在上海租界中，我连见都没有见过，叫我怎能用去？那位长者听了我的话，泪如雨下，许多乡人都跪下来，硬要我想办法。我的叔伯们见到这种僵局，横劝竖劝，这般乡下人总不肯起身，弄得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的军票一起包起来，我自掏腰包每户送5元美金。那时1美金已值到几十万储备票，乡下人也算不出5美金究竟值多少，所以一听见这话，大家都呆了。那位长者就起身作谢，大家也跟着起来，个人将军票包好带回，同到三合楼进餐，皆大欢喜而散。日本军票在中国究竟发行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战后全部成为废纸。我到了香港之后，听说当时香港人个个都用军票，后来香港有过一次索赔运动，无数人拿出几百万上千万军票，准备向日本政府交涉收回，但是这个运动不知道受到了什么阻力，后来就无声无息地消沉下去。我幸亏住在上海租界，没有受到军票之累，但是在上海租界之外的乡下人却受到无穷的祸害。这段记载可以说明日军打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遭殃，而汪伪政府只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伪军滋扰民不聊生，这时日本大军已开到前方，上海驻军越来越少，汪派的特务组织和和平救国军不能到租界区来滋扰，所以民间情形上称安谧。一天，汪政府与日军忽然宣布一个新协定，准许有限度的和平救国军分驻租界南北各区。初时市民并不觉得怎样，某日与新城区保长一同吃饭，那保长就对我说起这件事。他感到将来必有麻烦，会枝节横生，而且说出就在我诊所斜对面驻有一个和平救国军某旅本部。我听了之后，就在当天下午走过去查看了一下。我诊所对面的一块地皮很大，一面是马货路，
今黄陂北路，一面是跑马厅路，占地约数十亩。本来当局想在这块地皮上建跑狗场，因为跑马厅反对，一直搁置着，业主只能借给煤炭行做堆栈，建屋只限2层。业主还规定，如果跑狗场计划批准之后，这些租界的人立刻就要迁去。不过在这块地上有一幢极旧的洋楼，向来我不大注意，那天去查看的时候，发现挂有蓝底白字的和平救国军区部队的招牌，里面还有一根旗杆，居然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可是这时候已没有那条黄色的尾巴。这屋子的门前有和平军站岗，他们穿着灰布的棉制服，我心想这种军队安民不足，日后扰民有余。查看的次日，保长又到我家来吃午餐，他告诉我2件事。一件事，他们一共有40名士兵，早晨举行升旗礼，吹着军号。哪知道这个区部对面是日本正金银行华人买办周某的住宅，每天周家人都被号角声惊醒。这个买办和日本军方很有交情，便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日军，从此早晨的号角声听不到了。可见的，这些和平军是绝对怕日军的，又可见的，所谓和平军竟然敌不过日本人手下的银行买办。第2件事是那个旅长传令新城区保长到旅部谈话，要求保长把新城区户口名单抄一份呈上。保长当时就拒绝说，户口名单只有2份，一份存新城区警局，一份存在我办公处，你们军队只管军事，民间的事都由警局管理，所以我们不能抄给你。当时旅长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大有非听命令不可的神情。保长轻轻地说，你一定要的话，我要通过警局日本籍副局长按当时的警局都是中国人当须有其名的正局长，实际权力都在是日本人的副局长手中。那个旅长听到要通过日本人，面色当堂为之一变，显然软了下来，而且很客气地送保长出门。保长说，户口名册绝不能让旅部拿去，否则区中的市民就从此多事了。果然，隔了10几天，我收到一个红色的帖子，下面剧名是和平救国军程师程旅旅长，还有程60大庆，竟被匪着恭候光临等字样，这分明是打秋风的帖子。我想送礼也不好，不送礼也不好，正在彷徨，张姓邻居来访问我，刚才有2名和平救国军来敲门，问我家主人姓什么，开门的人说我们姓张，他们就当场拿出一张红帖子，写上张先生3个字，扬长而去，问我如何办。我说，这种礼送了一次之后，以后将如雪片飞来，如何应付得了？只有向保长请示。好在保长办公处就在我的对面。保长说，这件事我已知道了，我现在以保长办公处的名义发出通告，对任何军政机关发来的帖子，一概不得私自送礼。他一面收集了200-300张帖子，送到警局，请示日本副局长。副局长看了之后，当场拿起电话，把那个旅长痛骂了一顿，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